当我把它放在开头的时候，肯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眼前面向和善、个头不高、长得还有点奇怪的绿毛鹰是个什么东西。但其实它并不是什么东西，而是一个让你上瘾的工具。不出几分钟，你可就太了解它了。别看到学习就头疼，如果它其实是一个游戏，有段位，有连胜，还有关卡。等一下，今天咱们不聊这些众所周知的表面功能，而是要和你们深究一个问题：学习会上瘾吗？大家想想，说到上瘾，身边的朋友平时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？对，还是它，抖音。为什么自从它上市以来就赢得如此高的流量？短视频的形式和节奏刺激了咱们人类大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，也就是今天的主角多巴胺。如果你还不了解它，让我向你介绍一项神经科学家对老鼠做的实验。The researchers implanted electrodes in the brains of rats. Whenever the rat pulled a lever, the researchers stimulated the rat's reward system in the brain.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rats developed a craving so strong they kept pulling the lever over and over for hours. The rats would refuse to eat or even... 视频的真实性我们先不置可否，但之后当我瞅了美国心理学家奥尔兹和神经科学家米尔纳在1954年发表的那篇名为《电流刺激老鼠大脑会产生正向激励》的文献时，我发现它并没有所说的那么夸张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用电刺激老鼠大脑下部的许多区域可以产生积极的愉悦效果，因为如果可以，老鼠们会持续的刺激自己。短视频最吸引你的就是视频本身。如果电机上的老鼠理论成立，那我们就可以说是被短视频所刺激的人类。多巴胺被认为是一种让人快乐的分子，而这就是让无数人沉迷于短视频的底层逻辑。那如果我们能利用它让人学习呢？多邻国使用这一体系引导我们的思维大脑，开发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时间轴。但这还不够，它为了让我们主动的去完成下一个单元，也开发出了自己的多巴胺。它会出现在我们每学完一个单元的礼盒中，任务宝箱里，早起鸟、下午鸟等等。在这些珍贵时间的驱使下，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成功了。现在机制设定好了，但是要留住用户还是很难。而多邻国凭着多元的卡通人物因素会给你情绪反馈，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学习软件，会让人有一种我不是在学习的错觉。你会在软件里面的各个角落碰到这些人物，会在不同的场景和语境直接间接的了解人物性格和说话风格，个别形象甚至会爆火出圈。而2025即将上市的 Lily 视频通话会让我们更直观的去感受语言、使用语言。Do you want to keep talking about Mexico City? Actually, let me change the topic. Let's talk about my recent travel. Sure, I remember. London visit, 这些卡通形象让我们和学习语言之间有了一段真正的桥梁，而不再是一张冷冰冰的提词器。那么多邻国是怎么留住用户的呢？好习惯是很难养成的，所以多邻国不仅设立了连胜和友情火花，而且开创了成就、徽章等一系列游戏化的创新。如果这还吸引不了你，多邻国将会进行不定时的线上提醒。
我们毒蛇帮倾巢而出了。当你打开手机，就会发现你的多尔一天24小时变着花来催你。这只小绿鸟是全球知名的语言学习平台，其DET考试成绩受到了多方院校的认可。它遵循着艾丽老师所提到的听说读写4大原则。这只鸟是一位真正去引导学习的语言老师。当它以游戏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时，就意味着它肯定要舍弃一些所谓的专业。经常有人要问，这个软件里的内容根本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学习需要，真正的学习不是这样的。对于那些赶进度的备考同学，我不建议你们使用多邻国，因为它不会让你短时间内反逻辑的去达到你所预期的目标。但请你不要回过头来指责它。语言本身就是一门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，恰恰是中国式教育造就了咱们这种应试思维。你明明可以去刷真题，疯狂背单词，但你没有去，你选择了它。大多数人一顿饭吃不了5颗菜花，但多邻国可以把2颗菜花搭配他们喜欢的食物一起吃下去。我们都知道前者算来营养价值更高，但是当把食物搬上餐桌之后，我们更先考虑的不应该是吃和不吃的问题吗？我曾经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学语言的工具，但多邻国是最容易坚持下去的。我曾经靠着它认识了很多人，今天我也想通过多邻国认识你们。 Duolingo is magic. It feels like a game, but you're actually learning. A gaming app or a learning app? ¿Por qué no los dos? Why not both?